各位，我手上现在拿的就是我们去苏梅采访的时候，那位大妈送给我的这个弹片。这个弹片当时爆炸的时候嵌在他们家里的墙上，他们看我们去现场采访，他特地拿出来送给了我。别看就这么小啊，加起来的重量我看有将近20斤，非常非常沉。我准备把它带回中国，作为我们这次乌克兰采访的一个纪念。我今天就来讲一讲啊，我们苏梅探访过程中的背后的故事。因为有些信息啊，通过我们的专题片啊，能够给呈现给大家，而有些信息啊，在专题片里头没办法呈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基本的设想是什么呢？能够用片子呈现的，我们就做一个片子特别报道；而不能用片子呈现的，就由我来做拍案来补充信息。这样呢，也有利于大家呢更好的了解整个乌克兰现在的这种现状。那么首先我要讲一下，我们来了之后啊，为什么第一站选的是苏梅？因为现在你去看一下啊，就是在整个乌克兰地区里面，它靠近俄罗斯的地区，还有这个战事比较焦灼的地区，就这么几个。从这个南往北呢，就是苏梅、哈尔科夫，还有乌东的2个州，就是这个顿巴斯啊，然后再就是赫尔松，还有奥德萨，中间还有一个尼古拉耶夫，还有一个第聂伯罗，这几个州。那么乌东那2个州啊，现在是去不了的，因为已经完全被俄军控制了，而这么多年来也一直被俄军控制，所以根本去不了。我们拿了乌克兰政府给我们发的签证，其实我们是去不了乌东2个州的。那么赫尔松现在好像城区啊，基本上也去不了了，被这个俄军占领了，乌军正在反攻，但是有没有能拿下来，我们也不清楚啊。那么能够进入的城区的州，现在基本上就是苏梅、哈尔科夫、尼古拉耶夫，就是这几个州。那么其他的都去不了。但是我们到了乌克兰呢，我们就想在第一时间赶紧去一个战区州。既然我们说我们要去战区采访嘛，所以就很想去战区州。所以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呢，在我们大部队来到乌克兰之前呢，他们就先来了。先来了之后呢，他就开始跟各个州啊、各个人联系。那么最先批准我们去的是苏梅。那么苏梅呢，因为我们去了之后还想采访一些苏梅市的这些政府官员嘛，他批准我们去，同时能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是最好的。尤其是如果不批准我们采访的话，我们光去到那个地方拍摄本身呢，可能也还会有一些风险，你不让拍嘛。所以苏梅市第一时间答应了我们的采访，所以我们到了乌克兰之后，第一站就选择了苏梅，这是我们选择苏梅的理由啊。那么我们当时去苏梅的时候，大清早5点钟就出发了，这路途上一共大概开了6、7个小时，很远哇，到那它差不多已经是中午11点多了。进入苏梅市了，全是巨马，地上还有铁钉。这是红绿灯。你看那儿，过了这个检查站就应该进了市区了。苏梅市应该是距前线最近的一个城市了。一进苏梅啊，应该说给我们的印象啊，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的是战区嘛，那你想一想，那应该是到处是残垣断壁，然后呢，街上可能空无一人。但没想到进入苏梅市以后啊，就感觉到苏梅啊，就是一片宁静安详的，好像一切都在正常生活一样。对。你看广场上还不少人在这个地方遛弯啊，晒太阳啊。Ну вот мы сейчас в самом центре. 公交车在正常的开，出租车也在正常的开。乌克兰人就是苏梅人，在街上啊，有推着孩子散步的，有大家一起在公园里面聊天的，咖啡馆也是，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不光是我们没想到，陪同我们去的司机、向导，
也都没有想到，因为他们一开始听说要去苏梅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紧张，甚至都有点不太愿意去，因为害怕嘛，担心嘛，是吧？你想我也理解，所以即便是乌克兰的人，包括乌克兰本地的华人，几乎没有人像我们这样往战区走的，就这样。而对战区的了解本身也都是根据媒体的那些零星的报道，所以大家都认为苏梅这样的一个前线城市，距离俄罗斯只有40公里，一定非常非常危险，每天肯定是炮声隆隆。但没想到到那个地方，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去了以后，跟我们的团队也讲了，像这样的信息，如果你不亲自到现场，你是根本没办法想象的，你也想象不到。但这也是真实的现实。那么我们既然见到这样的现实，我们就应该拍摄这样的内容，并且把这个信息告诉给大家。在今天的苏梅，在现在的苏梅，其实它真的没有那种紧张的战区的那种反应。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问题是，答应我们采访的是苏梅州的州长，以及苏梅军区的司令官，就是他一身新增2职。第一个就是他的州的最高负责人，同时又是州的战区的最高负责人，非常年轻。事先我们已经联系好了。那么我们去跟他的底下的工作人员接洽的时候，突然面临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一行7、8个人呢，其实真正有国防部给我们批复的这个记者证的人只有2个，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我们当时在日本呢申请这个签证的时候，一起申请了5个人，但是呢，第一批给我们下来批复2个人，另外3个人显示在审核中。因为我们当时特别着急来到乌克兰，所以我们就出发了。一方面我们想，另外3个这样的记者证应该很快就发下来了，对不对？另外再一个，我们想，这我们的团队中间有2个人有记者证，一般的采访应该也可以开展了。但没想到到了苏梅州之后，先给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先吃了一堑。因为当接洽我们工作人员说，他说你们这只有2个国防部颁发的记者证，其他的人都不能进去。不但不能进去，你在苏梅州，他们2个拍摄的内容都得删掉，其他人拍的可以。但我们就跟他解释啊，就是说我们这2个人都是拍的，他们不进去，我们怎么弄啊？包括我们带着翻译也没有记者证，那没有记者证的话，没有翻译，我们怎么采呀？你想啊，对吧？那州长他说的那个俄语、乌克兰语我也听不懂啊。然后就这个问题，我们交涉了差不多3个小时。那对方说这没有办法，我们也非常了解你们的诉求，但是对于这些规定都是战区的，这个必须是按这个来执行。我们那个同行的那个翻译本身是在乌克兰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他同时也加入了乌克兰的国籍，就不停的给他沟通。然后他们呢就开始不停的走程序，又跟这边国防部的这边沟通，就看我们这些人是不是所有人都备了案。然后又跟他们那个战区的官员来沟通，是不是我们这种方式可以网开一面等等吧，一直搞了3个多小时，还是不行，就是不行。最后就说出来的这个规定就是，只能是有记者证的这2个人拍摄，其他人都不可以。其他人还给我们指定了一个咖啡馆，你必须坐在那个咖啡馆里，不能乱动。然后最后我们就只有2个人跟着这个他们的团队，首先去拍苏梅市被破坏的那个现场，轰炸的现场。在那个现场呢，我们去做了一个简单的采访。当然了，他应该说也还有一点点网开一面吧，就是我们这个翻译是一个乌克兰人，然后呢，他可以被带上之后呢，帮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翻译吧。这个过程，拍摄完现场爆炸的场景呢，就是苏梅被破坏的地方呢，当时那个地方呢是一个500公斤的炸弹扔下去的。炸死了20多个人，受伤的人好像将近有100个人吧。这个场景是整个苏梅市在战争期间受破坏最严重的地方。他不是说那个离这儿2公里的地方，窗户都碎了，都碎了。冲击波是很惊人的。А вы их в Киев повезете куда-то? Да, будем везти Киев, Буча, Вовдянка, Дмитровка. а? Дмитровка. Дмитровка, да, к этого сама Токтарок. 拍完这个呢，我们就去采访了州长，腰里别着一把手枪啊。然后整个采访呢进行的也比较顺利，他是第一个接受我们采访的乌克兰的政府官员。那么采访完他之后，我们就去想找
这个苏梅市的留学生，还有包括当地的华人。这里有一个信息，我在这里需要给大家补充啊。苏梅州应该是整个乌克兰战争期间我们撤侨最晚的城市，就是战争是2月24号爆发的，那么苏梅州的学生被撤出去是在3月8号，也包括华人那么这已经是战争发生了15天。那么这些学生当时在整个这15天的时间里，就躲在苏梅州的地下防空洞里面，应该说生活非常非常艰苦，因为当时大家每天在那打导弹嘛，外面嘛，确实很害怕。然后呢，又出不去，也没撤出去，就晚上就只能躲在防空洞里。你想想那些当防空洞里头，他当时没有暖气设备，然后呢，也没有厕所，也没有饮用水，所以非常艰苦。男男女女这些学生都挤在一起，所以很多女学生也非常不方便，很多人情绪都崩溃了。那么这批人在3月8号撤出去之后然后呢，这个当地大使馆宣布呢，就没有一个中国人了。但是我们的了解这个信息是错误的，有真的有人没有撤出去，所以大使馆这个信息我首先是不准确，其次他是不是故意不准确，我们就不知道了像国内隐瞒嘛，对不对？我也希望国内的有关部门其实还是好好查一查，这个大使馆报告的很多信息真的不一定准确。那他们说苏梅州当时没有一个中国人了，其实就有。当然这里头我不方便透露这些中国人在这里的姓名，但是如果有关部门去调查的话，一定是有，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板上钉钉的说一定是有。那么还有一点为什么苏梅州从战争爆发到撤侨花了足足半个月的时间？为什么？其实战争发生的前4天有大量的时间是可以撤出去的。为什么？那么我们就想在这个地方找留学生，找当地的华人了解。这里头突然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所有的人见到我们的时候都说我很想把这信息跟你讲，但是我害怕，我在国内还有家人，我将来留完学之后还想回国，那怎么办呢？他说王局，我也看过你的节目，我也挺喜欢看你的节目，但是你想想你的遭遇，是不是？那万一如果要是我们接受你采访之后也变成你这样，我们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在苏梅州只找到了一个学生采访，他呢给我们讲了当时苏梅州被攻击的场景，然后呢他当时在苏梅州被撤走的情况。但另外一个人呢，我们采访的时候呢，他说我可以把这个信息告诉你，但是呢我真的不敢面对镜头说。应该说这个问题当是我们在乌克兰采访期间面临的普遍问题。本来我们以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找华人了解这个乌克兰战争期间发生的问题应该蛮容易，但来了才发现困难无比。采访乌克兰人，如果是官方的，我们需要走个程序，但批准了就能采访。如果我们采访普通的乌克兰人，没有任何障碍，你随便采，大家都会很自然的接受你采访。但是采访中国人的时候其实跟国内差不多，有大量的说服工作，你必须得说服对方接受你的采访。很多人都说，哎呀，王局来了，我们很欢迎。哎，我是你粉丝，我看过你的节目。我说那能采访吗？他说，哎呀，这个我得考虑一下。然后这个再不就是说，哎呀，这个我觉得这个不能出镜。再不就是说我可以把信息告诉你，我不能接受采访。天天面对都是这样的信息，都是在说服我们自己的同胞接受我们的采访。这就是我们的面对的情况，这就是我们的祖国呀。不管你走到哪里，你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这个强大的祖国不会在你面临战争的时候第一时间把你运走，但是可以在你说它不好的情况下，或者是你没有赞扬它的情况下，它随时威胁你。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祖国。后来这位苏梅的学生，我说你可以把它告诉我，你把这信息告诉我，我来在拍案里头表述，我把你的信息表述出来。他于是给我讲了，当时苏梅州第一时间攻击的时候，所有的留学生都非常害怕，可以想象对不对？谁不怕打仗？
他们第一时间都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要求中国大使馆撤侨，但是中国大使馆就是不管，告诉他们原地待命。这些学生啊，不停地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他们就是在推诿。前几天他们说，这个撤侨最宝贵的时间，前4天，就是没有人管他们，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原地待命，态度非常暧昧。他们都跟我们讲这样一个猜测，当然我也没有办法证实啊。他们说大使馆在前几天就是不希望他们撤。我说为什么？他们说或许他们认为，可能这个战争很快就结束了，俄罗斯人就打过来了，不需要撤，所以最佳的撤侨时间就是错过了。很快，苏梅市市区里的俄罗斯军队被赶走之后啊，整个苏梅市被包围起来了。这个包围一直持续了40多天的时间。当然，我们客观来讲啊，后来中国大使馆呢跟这个苏梅市的政府联系啊，又跟俄罗斯方面联系啊，开辟了一条通道，然后呢，在整个苏梅市的2000多名的外国留学生，也包括中国的留学生，从这个通道里头运出去了。这是3月8号。这一点我们要肯定他，这是做了一件正常的事儿，正当的事儿。但是他们在第一时间没有让这些留学生和华人撤离这个城市，也甚至不打算让这个留学生和华人撤离。这一点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间，几乎所有人给我们表述的都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当时我们在苏梅采访的关于华人的内容。他们不能接受我的采访，但是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我通过派案告诉了给大家。其实不仅仅是苏梅啊，其他城市我们采访的留学生关于撤侨的华人，基本陈述的信息也都一致，全是这样的内容。前几天中国大使馆根本不想让他们撤，真正要撤侨的时候都是4、5天之后了。这个到时候我们还有其他的留学生的采访，还有其他的华人的采访，到时候大家可以看。好，关于苏梅探访的内容啊，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步呢要去其他的城市啊，不能先跟大家讲，我们都是去了之后回来再给大家讲我们去了哪里。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因为现在这里毕竟是战区，虽然苏梅我们进去了之后发现那里头一片祥和，但是按照乌克兰的现在的国防部公布的地图，它就是战区，所以我们去任何地方呢，都是我们去了之后回来再给大家讲。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再见。这个地方可够隐蔽的呀。被炸的地方，对，这不把这样的干大窟窿。他是带我们去来看炸的地方吗？还是去采访州长呢？先看炸的地方。哦，他是这个意思是吧？哦，然后再采访州长是吧？不一定，直接就采访。这房子是炸坏了。